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惠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围绕着一个能帮助人达成心愿的传说神奇宝贝基拉奇展开的。为了成为一流的神奇宝贝训练家，一直在外旅行的小智等人，这次为了想要看看传说1000年才会出现7天的1000年彗星，而来到了这个地方。就在几个人休息的时候，山脚传来了汽车和机器运转的声音。原来大魔术师巴特勒将要在这里举办一场表演，小智一行人自然前去观看了。然而在表演的时候，小胜却听到了来自基拉奇的呼唤，他迅速跑上了舞台，见此小智和皮卡丘也急忙追了上去。正在小智为了小胜的行为向巴特勒道歉的时候，巴特勒却提出希望他们能留在舞台上，配合下一场的魔术表演。表演结束后，巴特勒向小智一行人讲述了关于基拉奇的故事。原来基拉奇1000年才会苏醒一次，据说在1000年彗星出现的日子里，基拉奇会选择一名心底纯真、可以保护他的人成为伙伴，而小胜就是此次基拉奇所选择的幸运少年。1000年彗星按时出现了，在小瑶催眠曲的陪伴下，基拉奇从1000年的沉睡中苏醒了过来。果然，基拉奇一见到小胜就和小胜成为了好朋友。短暂的相处后，灾兽阿伯索鲁出现了，他向小胜和基拉奇发动了迅猛的进攻。正当皮卡丘和小瑶的火之鸡无法抵抗的时候，魔术师巴特勒出现了，他打败了阿伯索鲁，并把他关进了笼子里。但到了晚上，起来许愿的小瑶却看到了巴特勒和他的助理戴安。原来当基拉奇打开真实之眼的时候，便能从彗星中吸收到一股非常巨大的能量，而巴特勒竟然是火焰队的一员。他试图复活拥有大地之力的神奇宝贝古拉多，但由于能量的匮乏，他的实验一直没有成功。为了一雪前耻，他便把主意打到了基拉奇的身上，但由于对力量掌控的不太精确，巴特勒的实验并没有成功。巨大的爆炸吸引了小智一行人赶来，戴安的劝阻并没有使巴特勒收手。没办法，小智一行人只能带着基拉奇进行逃亡。在逃亡的途中，戴安向大家解释道，原来基拉奇想回到的法恩斯就是最开始巴特勒发现他的地方，而他举办魔术巡回表演的目的也是为了找到基拉奇命中注定的伙伴，从而来唤醒基拉奇。在这个过程中，小智和基拉奇的感情也是逐渐加深，但是小胜知道分别的日子很快就到了。经过一路的颠簸，几人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法恩斯，而此刻距离基拉奇再次沉睡的日子只剩下1天了。天亮之后，在阿伯索鲁的带领下，小智一行人找到了基拉奇一直沉睡的地方。在这里，基拉奇再次打开了真实之眼。原来法恩斯一直以来能够保持繁荣与平和，都是来自于基拉奇的培育。然而就在这个时刻，巴特勒再次出现，他早早的就在这里设下了陷阱，就是在等待基拉奇再次打开真实之眼。巴特勒将基拉奇放进了自己设计的仪器之中，开始了自己的实验。就在实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阿伯索鲁突然带着沙漠蜻蜓出现了，他们打破了囚禁小智一行人的能量罩，而沙漠蜻蜓也救出了基拉奇。但此刻的实验已经不能被逆转了，凭借强大的能量，古拉多复活了。但这古拉多总感觉一种盗版货的感觉。复活的古拉多似乎并没有自己的意识，他开始肆意的破坏并吸收着大地的能量，植物很快便开始枯萎了。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自己不断延长的藤蔓，不停地吞噬着其他的神奇宝贝们。除了受到基拉奇保护之下的小智、小胜和皮卡丘幸免于难，小瑶、小刚还有火箭队竟然全被古拉多吸收了。而因为戴安的舍命相救，巴特勒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为了救出戴安和大家，巴特勒决定和小智、小胜合作，那就是利用装置的逆向转换，将能量再次从古拉多的身体里夺回。在小智的帮助下，装置得以重新组建。随着装置机关的拉下，彗星的力量终于被收回，古拉多变成碎片消逝，大家因此得救了。基拉奇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再次沉睡之前，他向大家提出了自己的愿望，那就是再听一遍摇篮曲，
于是，在大家的歌声中，基拉奇再次进行了沉睡，等待千年之后与有缘人的再次相遇。其实人的一生很短很短，我们以为的那些永恒也不过只是一瞬间，所以活在当下，珍惜现在自己所拥有的才是最重要的。而那些亲密的朋友啊，我们相信真正的友谊即使跨越千年，依旧可以相遇。所以感谢那些出现过我们生命的人，因为他们让我们的成长变得更有意义。虽然未来的日子他们不再相伴，但想想以前一起经历过的日子，我们就可以足够勇敢。我是惠子，咱们下期见。